时间不多了，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你我都能感觉到的那种频率正在加速变化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身边的人越来越容易疲倦、焦虑、失眠？新闻永远在报道灾难冲突、经济崩坏，好像世界同时在加速又在崩塌。有人说是气候，有人怪 AI， 有人怪政治。但如果这一切其实是整颗地球正在换频率呢？就像你调收音机时频率没对准，声音就开始杂乱，地球也一样，它正在切换频道，而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跟着切过去。这可不是科幻故事，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几十年前，一位名叫多洛丽丝·坎南的美国女性，曾经在成千上万个催眠个案中听到几乎相同的讯息：地球正在分裂，两个地球，一个旧的，一个新的，将逐渐分开。那时候她没人相信，但她留下的录音与资料，如今正在一点一点被现实验证。奇怪的是，这种地球频率转换的概念，并不是只有她说过。无论是古老的玛雅预言，还是后来的诺查丹马斯，甚至 NASA 科学家的频率观测，都在暗示地球的能量场正在加速震动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是继续留在原来的地球，忍受战争、通货膨胀、焦虑、污染、对立，还是调高自己的频率，去那个充满爱与和平的新地球？听起来悬，但你接下来听的故事可能会让你重新理解现实这两个字。多洛丽丝原本只是个家庭主妇，她从没学过心理学，也不是什么灵媒，只是因为一次意外，她的丈夫在军队受伤，军医用催眠缓解疼痛，没想到那次催眠不但止痛，还让她发现了一扇通往意识深处的门。从那之后，她开始帮人催眠，本来只是为了戒烟、减肥、缓解焦虑，但有一天，一个普通的个案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。那是一个患有暴食症和焦虑症的女人。按理说，催眠后应该会回溯到童年创伤，结果她却在催眠中开始描述1920年代的芝加哥。她说自己当时是个社交名媛，穿着什么样的裙子，开什么车，甚至讲得出街道名字和建筑风格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些细节后来被查证为真。多洛丽丝当时吓坏了，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心理治疗，而是打开了灵魂的档案。从那一刻起，她记录下上万个类似的个案，而那些人互不相识，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宗教，却在深度催眠中说出同样的内容：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，人类被分成两种频率，一种走向毁灭，一种走向觉醒。听起来像小说，但当这些个案描述得一模一样，连词汇、画面都一致时，你会开始怀疑，这是不是比科学还真实？坎南后来自创了一套量子催眠疗法，可以让人进入深层意识状态，也就是所谓的梦游层。在那个层次，人不再受意识控制，而是直接和高我沟通。那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你的灵魂，你的更高层智慧，那部分的你比你自己还清楚你是谁，你来地球做什么。很多人进入那个状态后，讲出了惊人的相似语句：我来帮地球提升频率，地球正在分裂，时间不多了。这些话，他在不同年份、不同语言的个案里听了几十年，内容竟然毫无出入。你说这怎么可能是巧合？他于是开始整理这些资料，把它们出版成书。最有名的一本叫《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》，里面说地球正在升频，进入更高的维度，而三波灵魂，也就是三代不同的志愿者，正在帮助地球完成这场前所未有的进化。第一波在二战后出生，他们的人生充满挑战；第二波在70、80年代出生，他们感性但不喜欢争斗；第三波，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天生对地球的破坏感到痛心，渴望改变世界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听起来太虚了。但奇妙的是，这三种人你是不是都见过？甚至你自己就像第二波，敏感、善良、讨厌暴力，不想卷入纷争，却又觉得这个世界怪怪的。坎南说，那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来自更高维度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场大分裂中把地球的频率拉高，而现在正是那场大分裂的前夜。很多人以为所谓分裂的地球是比喻，其实坎南说的是一种真实的能量分化。他在成千上万次催眠里发现，那些频率较高的人会在梦里、冥想中，甚至在死亡后回到同一个场景，一个光线柔和、空气清澈、没有战争的新地球。
而那些仍执着于仇恨、贪婪、恐惧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则继续停留在低振动的旧地球，那里依然充满痛苦、疾病与混乱。也就是说，地球不是被炸成两半，而是频率上分成了两层，就像同一张 CD 里有隐藏轨，只有调对频率的人才能听见下一首歌。坎南说，分裂已经开始，但过程是渐进的。他比喻那像是两个电梯，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。每个人每天的情绪、选择、想法都在决定你要上哪一部电梯。你选的是爱、理解、宽容，你就会上升；你陷入恐惧、愤怒、报复，那部电梯就会往下坠。听起来简单，但这其实是一个集体考试。他说，地球是一所学校，灵魂来这里学习情感与限制这两门课。别的星球或许有智慧，但只有地球允许灵魂在完全遗忘的状态下做选择。那种遗忘是考试的一部分，你得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找到真相。有人在贫穷中学慷慨，有人在疾病中学爱与坚强，有人在背叛中学放下。听起来像鸡汤，但如果这是灵魂真实的成长机制呢？在他的记录里，有人回忆起自己曾经是动物、树木，甚至空气。有人说自己曾经是一棵几百年的老树，能听见风的语言，也能感受阳光的味道。那一刻，坎南明白，所谓生命远比我们想的更大。我们以为的人类中心，其实只是课堂的一角，而地球正是这场宇宙实验的中心教室。他曾问过高我，为什么地球现在这么混乱？回答是因为地球在毕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正活在灵魂进化的转折点，就像临考试前的最后复习，所有的矛盾都被推到表面。战争、疫情、极端气候、经济崩塌，都是地球在清理积压的能量。听起来抽象，但你回想这几年，从2019到现在，全世界经历的事件比过去半个世纪还密集。通货膨胀、AI 浪潮、气候灾难、心理崩溃、家庭瓦解，一切都在逼迫人类觉醒，要么被恐惧吞噬，要么选择改变。坎南说，那些能量敏感的人会首先感受到身体的反应。他在2003年开始记录大量案例，心悸、耳鸣、头晕、莫名的疲惫、焦虑爆发，去医院检查，全都没问题。但他说，那不是病，而是身体在调频，因为地球的频率在提升，人类的身体必须重新校准。那感觉就像电脑更新系统会卡顿、重启，甚至死机。不同的是，我们无法点跳过更新。尤其是那些对能量敏感的人，像孩子、动物，甚至有些老灵魂，会先感应到这种变化。他说，别害怕，那只是身体在适应新地球的频率。有趣的是， NASA 的舒曼共振数据确实显示，从2000年之后，地球的电磁频率在持续升高。原本地球的自然共振是 7.83 赫兹，如今经常跳到40赫兹以上。科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突然升高，但如果连地球都在加速振动，人类的意识也不可能不被带动。或许这就是他说的扬升。问题是，绝大多数人仍然被困在旧频率恐惧新闻、仇恨、竞争、焦虑。坎南说，那些情绪是旧地球的陷阱，它让人反复轮回，看似在活，其实只是在重播。只有放下恐惧与业力，灵魂才有机会毕业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没有谁来审判你，只有你自己在回看自己的人生。那些我们曾经做过、说过、伤害过的人，最终都会回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用别人的角度再体验一遍。那一刻不是惩罚，而是学习。直到我们能真心地说出我原谅，业力才会被释放，也只有那时候，我们才能轻盈到足以生平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原谅那么重要。坎南解释，业力就像随身的行李，你越怨恨，行李越重。想去新地球的人，必须放下那一堆旧包袱。他在催眠中教人一种方法，想象自己和那个人签过一份灵魂合约，然后在心里对他说，我们努力过了，但课题完成了，现在我撕掉这份合约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然后想象那份契约化为光，消失。他说，当那一刻真的做到，那个灵魂就再也不会影响你，你会感觉像卸下一块石头，那种轻盈就是灵魂毕业。你可能以为这是灵性说法，但心理学后来发现，原谅确实能改变脑波。科学家用 EEG 测试发现，当人进入宽恕状态，大脑会从贝塔波焦虑转为阿尔法波放松，心率也同步下降。换句话说，高频不是抽象，
它是真实的生理状态。坎南在晚年的催眠中听到的讯息开始变得一致，地球的分裂不是未来的事，而是已经在进行。那不是某一天突然啪一声裂开，而是像两条河流原本交织在一起，如今慢慢分叉。他说，那些留在旧地球的人依然会过着充满恐惧、竞争、愤怒的生活，拼命争夺资源，焦虑未来。而另一群人，他们的生活开始变轻，他们不再害怕失去，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甚至会吸引更多同步的好运。他说，这是能量在重新分配。当时很多人以为他在讲宗教，其实他讲的更像是心理能量学。比如经济这几年为什么极端富的越来越富，穷的越来越穷，那不是制度的问题，是频率的差距。你可以看到，有些人越是混乱的时代，越冷静，越能创造价值；有些人则陷入恐惧，错失所有机会。频率决定命运，这句话听起来灵性，但其实很现实。经济学家都知道心理预期对市场的影响，全世界投资者的情绪指数就是整个经济的能量场。如果多数人恐慌，股市崩；如果信心回升，资金流动，那是不是也在印证坎南的理论？我们集体的意识决定我们活在哪个地球。你看近几年，整个世界像被加速推进， AI 取代工作，能源危机，粮食价格暴涨，极端天气连环爆，旧系统在瓦解，而新系统还没完全成型。我们正站在两种现实的夹缝中，这就是他所谓的维度转换区。他在访谈中提过一句话，当一切看似崩溃时，别慌，那只是旧能量在垂死挣扎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说法也跟物理学不谋而合。量子叠加态告诉我们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，直到被观测才坍缩成一种。地球也是如此，现在它正同时存在于两个频率层面，而人类的意识就是那个观察者。你专注在哪个现实，哪个现实就会成真。他甚至说，连时间都在改变。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描述时间变快，小时候的一个夏天感觉漫长，现在1个月就过去了，这不是错觉，时间确实在加速。物理学家称之为时间压缩效应，因为地球的能量振动越快，时间流动也越快，而这正是地球进入高维的征兆。他说，我们不是被世界改变，而是我们在共同创造世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在哪个地球？坎南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，看你的情绪，你每天是处在恐惧、愤怒、无力，还是感恩、轻松、平和，这就是频率。他说，未来的分界不是宗教、国家或种族，而是频率。他甚至预测未来的人类社会会出现明显的两极，一边的人仍旧追逐权力、金钱、科技控制，另一边的人会回归心灵、自然、合作。听起来像乌托邦，但他说不是，那是进化。他在2008年出版的《新地球》里提到，未来几十年，地球会经历一次能源重置，旧的化石能源体系将崩溃，而新的清洁能源会在极短时间内崛起。那时，人类不再依赖资源掠夺，而是用能量共振的方式创造资源。他写下这段话时，全球还没出现电动车浪潮，更别提量子电池。可现在看看特斯拉、太阳能、AI 能耗，这些是不是正朝那个方向发展？更诡异的是，他在2011年一次演讲中说，未来的地球会出现无时间社会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他解释说，时间会变成一种同步经验，人类会以意念即时创造现实。他说，那时的语言会被心灵感应取代，人与人之间会以震动沟通，不再需要谎言。你可以笑他太玄，但 AI 时代是不是正在逼近这种状态？算法读懂你的喜好、情绪、欲望，比你自己还快一步。科技正逐步模仿意识，而意识又开始模仿科技。他说，科技是人类意识的外化，当意识提升，科技也会变得有灵魂。我们现在正经历那种交界点，新旧地球的分裂不再只是灵性话题，它正在金融、社会、心理层面同步展开。你看看现在的世界，有人破产，有人爆红，有人抑郁，有人觉醒。频率在筛选，宇宙在分层。就像收音机调频道，沙沙声越来越大，你必须决定要不要切换。坎南说，那一天不会有号角，不会有天裂地崩，它会悄悄发生，就在每一次你选择爱的那一刻。坎南在生命最后10年频繁提到一个讯息，地球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，只剩下选择的时间。他说，
在旧地球上，人类将继续被控制、被恐惧、被系统化的机器意识吞噬；而在新地球上，秩序将重建，不是靠法律，而是靠共振。他描述过一个画面，旧地球的天空是灰色的，人类戴着口罩争抢资源，新闻每天播放灾难；而新地球的空气透明，花草会发光，人类以意念种植粮食，能源取之不尽。他不是在讲宗教的天堂地狱，而是意识频率的物理结果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说没有任何外力会来救你，只有你能决定去哪一个地球。这句话听起来冷酷，却一针见血，因为在过去几十年，人类的每一次选择正在堆叠我们的集体未来。你信不信，这几年地球像被分成了两个世界，一边的人越来越封闭焦虑，被算法操控，另一边的人开始觉察静心，回归自然，开始质疑系统的意义。坎南说，那就是两个频率正在拉开。他在催眠中听到许多人描述一个相似的未来，科技将变得极度智能，人类会被分为感性群体和机械群体。机械群体选择效率与控制，他们依赖 AI、数字货币、数据化生存；感性群体选择自然与心灵，他们重建社群、交换系统、小型生态圈。听起来像科幻，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的路口。你看 ，AI 替代劳力，虚拟币替代货币，量子网络替代国家边界，一切都在加速。我们正在重写人类的定义。坎南说，地球是宇宙的实验场，而你是实验的主角。他预言过一个数字，到2030年，地球的能量将完全分化。那时，每个人会被吸引到与自己频率相符的现实。有的人依然在为生计挣扎，有的人则进入共感文明。两边的人彼此看不见，也不再互动。他说，那并不是死亡，而是平行现实的切换。更有趣的是，后来量子物理学家休·埃弗雷特提出的多重宇宙理论，竟与他的说法不谋而合。每一个决定都会创造一个新的宇宙，而你只是在选择哪一个版本的现实。科学与灵性在这一刻重叠。那我们台湾人呢？我们的位置太特殊了。坎南说，新地球的能量轴线会经过几个关键区域：高频、海岛，充满自然能量的地方。他提到岛屿文明将成为未来人类的避风港，那是不是很像台湾？你看，台湾人天生敏感、温和、包容，不极端，重情感，有韧性。这种民族特质正是高频意识的表现。他说，新地球不是靠强者建立的，而是靠觉醒者维系的。当世界动荡时，真正能稳定频率的，往往是那些看似普通却内在宁静的人。而台湾正是这样的能量场。别忘了，科技、创新、人文、灵性，台湾全都兼具。或许这不是偶然。坎南在他的演讲中曾说，新地球的建设者不会是大国，而是那些被忽视的小地方，那些懂得共生、珍惜、灵活的民族。台湾就是这种能量的缩影。他说，未来的社会不会再是国与国的竞争，而是频率与频率的共振。人们会按能量分布群聚，志同道合者自然吸引在一起。听起来你可能觉得悬，但你看看现实，现在世界的城市正在分层，有的城市充满焦虑和污染，有的地方人却活得轻松幸福，那正是能量场的区别。坎南说，你不用等别人带你去新地球，你就是钥匙。他还提到一种迹象，当一个人开始厌倦争辩、对立、权威、制度，反而渴望简单、真诚、平静，那就是灵魂开始调频，不需要修炼，不需要宗教，只要选择。他说，得最经典的一句话是，想去新地球，那就活得像在那里一样。意思是，别等世界改变才去相信，而是先以高频方式思考、说话、行动。比如，不传播恐惧，不陷入新闻的情绪，不去评判，学会感恩。他说，这些看似小事，却是频率的开关，因为每一次你选择爱、善意、同理，你就在帮整个地球升频。他说，这就是志愿者的使命，不是救世，而是守频。他强调，每个人的能量都像灯塔，亮一点，世界就亮一点。坎南在2014年离世前留下最后一段录音，请记得，你不是来逃离地球的，你是来帮地球完成进化的。那句话听起来温柔又坚定。他说，地球正在升级，而灵魂正在被邀请去参与。别害怕混乱，因为那只是分娩的痛。新地球已经在门口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乱到极点，新闻在放火， AI 在算计，股市像赌场，年轻人焦虑，长辈绝望。
大家都在问未来会变好吗？坎南说，其实未来已经写好了，但它不是一个，而是无数个版本，你选哪个就会进入哪个。他说，地球是灵魂的学校，可我们太执着考试分数，忘了原本只是来体验。我们被系统教会了竞争、比较、焦虑，却忘了生命本身不是考试，而是觉醒。现在的地球就像学期末的大考，每个人都要交卷，交出的是意识，不是成绩单。你可以继续抱怨世界不公平，也可以开始调整自己。坎南说，那就是分裂的关键。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，在2013年，他说了一句很多人至今记得的话：未来不会被战争毁灭，而是被选择创造。那一年他已经80几岁，但语气像个少女，眼神发光。他说，我看见2个地球，一个正在坍塌，一个在诞生。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。他停顿了几秒，又说，新地球已经在这里，只是你还没调到那个频道。想想看，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，有人活得像末日，有人却开始平静一样的世界，却有完全不同的体验。你以为是经济在崩溃，其实是意识在分层。你以为是命运不公，其实是频率不符。你越恐惧，越吸引恐惧；你越平静，越靠近光。世界并没有对谁残忍，它只是回馈你发出去的能量。坎南说，宇宙没有惩罚，只有反馈。这句话听起来悬，但在心理学上完全成立，因为情绪会决定决策，决策塑造命运。而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地球能量跃迁的关键角色。他曾经用一个比喻，旧地球像一个快要过期的系统，漏洞百出，数据卡顿；新地球是更新后的版本，流畅、美观、轻盈。但要安装新系统，必须先卸载旧的。现在的混乱、崩盘、通胀、社会分裂，就是卸载的过程，它很痛，但必要。他说，别试图修复旧世界，它已经不属于你。那句话像是一记钟声。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在崩塌，旧的政治、旧的教育、旧的信仰、旧的关系，连你自己也在变。有人开始远离八卦，讨厌争吵；有人不再想赢，只想安静；有人发现以前追的东西，现在一点也不重要。那不是懒，那是频率在转换，你正在重启。坎南说，不要害怕孤独，那是灵魂正在调频道。当你频率上升，旧的人事物自然会离开，那不是坏事，是进化。他提醒过所有觉醒者，新地球不会等你准备好，它会直接出现，而能留下来的是那些已经学会爱的灵魂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他的答案很简单，保持轻。轻不是逃避，而是不再被恐惧压垮，不抱怨，不评断，不依附，像风一样流动，像光一样照亮。他说，你越轻，就越靠近新地球。有趣的是，他在2012年的一场讲座中提到，灵魂真正的毕业标志是不再问我为什么要来地球，而是开始说，我很感激能来地球。那种感谢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理解，原来一切都是课程，原来那些痛苦、离别、挫折都是在帮你升频。他说过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，每一次崩溃都是宇宙在帮你清除不属于你的频率。所以别怕破碎，因为新自己总是在碎片之后诞生。当世界走到临界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地球的方向盘。你可以继续被恐惧控制，也可以决定成为频率的发射塔。坎南说，提升地球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改变你自己的振动。这句话其实早已被科学验证，你的情绪能量会影响他人的脑波。科学家测过，当一个人处于爱与感恩的状态，心脏的磁场会同步带动周围人的脑波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平静时，连空气都变柔和。那不是神话，是物理。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说了一句像预言的话，等到人类学会用心创造，战争就会失效。而现在的我们不正走在那条路上吗？越来越多人开始冥想行善，觉察情绪，回归自然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调整频率。因为他说过，恐惧会让你留在旧地球，而爱会带你去新的地球。你现在所在的地球就是你选择的地球。没人能替你调频道，没人能帮你毕业。这不是神话，是责任。而如果你仔细听，会发现这一切不是在未来发生，而是在此刻。当你选择理解而非指责，当你选择善意而非怨恨，当你选择去爱自己而非责怪世界，你就已经踏进了新地球的一步。坎南走了，
但他留下的那句话像种子一样还在发芽。地球不是要毁灭，而是要重生。也许新地球不是在天上，也不是在远方，而是就在你此刻的意识里。所以问题是，当地球升平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